我重生成了能吞噬一切的饕餮神蛋。本以为破壳之日就是吞天噬地之时，谁知契约者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决定送我归西，只因幼年期的饕餮与土狗极其相似，并且身上一丁点血脉力量都没有。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我激活了神级饕餮进化系统，只要吞噬世间万物就能不断进化。此时房间内，林清雪正提着剑满屋子追着我砍，而我只能靠着灵活的小短腿，在桌子底下和沙发缝里来回穿梭躲避。不得不说，这女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每一剑都是冲着我的小命来的。我长得像土狗，难道是我的错吗？但我可是激活了系统的饕餮神兽，只不过是前期比较菜而已，就不能给我几天时间发育一下吗？与此同时，我也从林清雪的叫骂声中听到了一个惊天大瓜，原来她是个重生回来的大宝。上一世她凭着逆天的天赋，硬是把一条低级血脉的菜花蛇给培养成了4星血脉的青木地龙，并且一鼓作气成了人族的女帝。可在她冲击神阶的关键时刻，却因为那青木地龙天生底子太薄，根本扛不住那天劫神雷，最终连带着林清雪也被神雷劈得魂飞魄散，当场重生。所以这一世，林清雪才不惜花光所有积蓄买下了我这颗号称神级血脉的饕餮神蛋。结果谁能想到，孵出了我这么个天崩开局的土狗。林清雪的心态炸了，这才怒火攻心，想要砍死我，然后去契约还没孵化的菜花蛇蛋。而当我搞清楚林清雪的小算盘之后，一个绝妙的保命计划瞬间在我脑中成型。躲开林清雪的长剑，我一个飞扑直接跳上了桌子，张开大嘴吞了那枚菜花蛇蛋。这一下林清雪的彻底崩溃了。要知道御兽师一辈子只能契约1颗兽蛋来培育，如果实在买不起，那就只能契约学校统一发放的盲盒兽蛋。可现在我把学校发的那颗蛋给吃了，这就意味着林清雪已经别无选择，只能被迫接受我这只土狗了。就算他现在恨不得把我千刀万剐，也终究是不能再对我下死手了。毕竟在这个人人都是御兽师的世界，一个没有御兽的人那简直是寸步难行。与此同时，我也消化完了那枚蛇蛋。叮，恭喜宿主成功吞噬菜花蛇蛋，检测到宿主是首次吞噬，特此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饕餮之味2级，胃里能塞下10立方米的食物，并且能消化万物来反哺己身。贪婪之力1级，能短时间提升自身10%的全属性。减伤1级，可以吞掉落在身上的所有物理和精神攻击，目前的减伤比例是1%。大小如意1级，宿主可以消耗能量，让自己的身体自由变大或缩小2倍。听完系统的介绍，我简直乐开了花。真没想到，就吞了一颗小小的蛇蛋，不仅成功保住了我的小命，还把那个疯女人狠狠地恶心了一把，竟然还白捡了这么多牛掰的技能奖励。这一波操作简直是血赚不亏啊！而此时的林清雪眼看生米煮成熟饭，也只能咬着牙被迫接受了这个现实。眼看着离模拟联考只剩下7天了，现在只能依仗她前世身为女帝的修炼经验了。她立刻决定先去学校请个假，然后带我闯一闯银江城最危险的清源森林，想试试用森林里的4阶妖兽来给我更换血脉。作为重生者，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颗地阶级别的星辰石也将在那片森林里现世。想到这里，林清雪扭头就冲我呵斥了一句：“傻狗，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我回来。”撂下这句话，林清雪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等林清雪一走，拥有了饕餮之味的我肚子突然饿得咕咕叫，简直难以忍受。再一想到我的胃能消化万物这个设定，我可就一点也不客气了，直接把林清雪家里能吃的东西来了个一扫而空，甚至连她的床和家具我都没给放过。等我吃到半饱的时候，耳边又响起了提示音：叮，恭喜宿主成功吞噬各类家具，奖励技能超凡嗅觉1级，可以通过气味感知到周围100米内的所有物品。随着这个新技能加载成功，我立刻就闻到隔壁家的窗台上飘来了一股让人根本无法抗拒的奇特香味。我二话不说，直接从阳台偷偷摸摸地跳到了隔壁。很快我就发现他们家阳台上养着一株会发光的小草，而且系统告诉我，这株草竟然还是低级灵药，要是我把它吞了，肯定能捞到不少进化值。不过这肯定也会给林清雪惹上大麻烦。可一想到刚才那疯女人要杀我的凶狠模样，我心里顿时就一点负担都没有了。我张嘴就把这株低级灵药给吞了下去。此时这家的主人正在卫生间里洗澡，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他家的家具也给吞了个精光。反正等会有林清雪给我兜底买单，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很快，在卫生间洗澡的哥们听到了客厅拆家的动静，急急忙忙的就从里面冲了出来，而我则是一个纵身又跳回了林清雪的家里。那哥们气急败坏的狂砸林清雪的家门，而吃饱喝足的我正悠闲的躺在地板上，美滋滋的听着系统的提示音：叮，恭喜宿主吞噬低级巨灵草和各种家具，奖励力量+6，精神力+2，进化值+4。当前宿主距离从无名杂兽进化到吞兽还差8点进化值，请宿主继续努力吞噬。也就在这个时候，刚去学校请完假的林清雪回到了家门口，直接就被怒气冲冲的邻居给拦了下来。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林清雪含着泪赔了1万块钱才算完事。当林清雪回到家，发现自己家也变得空荡，当场就气得差点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可林清雪又觉得无比的憋屈，明明恨不得宰了这只又蠢又能吃的饭桶，但偏偏又不能动手。自己契约的神兽，就算是哭着也得养下去。而此刻我瞅着林清雪那副快要抓狂的表情，简直比吃了10086斤大肥肉还要开心。就这样，我和林清雪在地板上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林清雪带着我进了清源森林，刚一脚踏进森林，我就跟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因为我的鼻子告诉我，50米外的草丛里正有一群野兔子在开心的吃草。饿了一晚上的我一头扎进草丛里，2秒半就把那几只野兔子吃
吃了个干干净净。眼前这一幕可把林清雪给惊得不轻。要知道，以他目前武者的修为，也就能感应到20-30米的距离，可我这只傻狗竟然能感知到50米开外的活物。凭着他前世女帝的经验，他立刻就断定这绝对是我的天赋技能。这也说明我的身体里绝对藏着还没激活的强大血脉。想到这里，林清雪对我之前的厌恶顿时烟消云散，跑过来一把将我紧紧抱在怀里，激动地说：“傻狗啊，我总算是看到一丝希望，老天爷果然没有辜负我。”也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耳边响起，检测到宿主与林清雪的亲密度提升至正20%，万物吞噬天赋激活20%。我有点意外，没想到跟这疯女人搞好关系，竟然还能提升技能。于是为了让林清雪更喜欢我，我当即就施展了大小如意的技能，瞬间我的身体就一下子变大了2倍，紧接着又嗖的一下缩小成了一只蚂蚁。这一手操作再次让林清雪震惊的目瞪口呆，同时我们的亲密度和万物吞噬天赋都飙升到了30%。这也就是说，我现在吞噬东西转化成的能量比之前更高。就在林清雪满心欢喜的时候，前方10几米远的一棵大树上忽然传来了一丝极细微的响动。林清雪眼神瞬间变得凌厉，掏出随身的匕首对我说道：“傻狗，等我把那条木斑蛇宰了，回头就给你买肉吃。”说罢，林清雪就径直朝着那棵大树走了过去。顺着她的目光，我也发现，在前方的树干上正盘着一条颜色跟树皮几乎融为一体的大蛇。很快，林清雪就把那条木斑蛇给砍成了2截。不得不承认，这女人的身手确实还挺利索。然而，就在林清雪准备去剥蛇皮的时候，我直接一个飞扑冲了过去，把地上断成2截的木斑蛇一口吞进了肚子。旁边的林清雪立刻小声骂了起来：“傻狗，你吃肉就吃肉，好歹把蛇皮留给我卖钱啊！昨天刚给你赔了1万块，我现在身上就剩几十块钱了，你知不知道？”而我吞完蛇肉后，系统立刻给出了提示：叮，恭喜宿主吞噬木斑蛇，力量+5，防御+3，进化值+8。检测到宿主可进化为吞吞兽，但进化时宿主将进入5分钟的深度睡眠。请问宿主是否立即进化？听到这，我心想反正现在也没什么危险，于是就果断选择了立刻开始进化。随着进化启动，我当场就倒在地上进入了深度睡眠。而林清雪也立刻通过契约感知到了我体内的异常，她赶紧上前把我抱起来，仔细检查了一番。当她看到一缕熟悉的气血在我体内翻涌时，她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进化。想到这里，林清雪那双漂亮的眸子里露出了深深的震惊，因为一只妖兽如果在没有服用特殊药剂的情况下还能自主进化，那就说明这只妖兽的血脉极其复杂而且强大。这一刻，林清雪甚至觉得我根本不是什么土狗，反而是一只无比强大的神兽。就这样，5分钟后，我彻底完成了进化。和之前相比，我的体型稍微大了1圈，而且所有的技能全都提升到了2级。尤其是我现在的精神力，已经能让林清雪在脑海里感知到我传递的简单念头。于是我立刻就向林清雪表达了我很饿的意思，而林清雪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嫌弃，立马动手解决了。不远处，一只一阶初级的地穴鼠，然后将肉一块块的喂到了我的嘴里。可吃完了鼠肉后，我发现进化值才加了7点，可下一次进化却需要整整100点进化值。照这个速度下去，就算一天吃8顿也不够。当林清雪接收到我这个想法后，脸色瞬间变得十分难看。她心里嘀咕：这到底是养了个什么怪物？一天吃8顿还嫌不够，她怎么养得起啊？可就在林清雪疯狂吐槽的时候，前方刚好迎面走来一支20多人的队伍。林清雪一眼就认出这是城主赵天蓝的亲卫队，她不想多惹麻烦，转身就打算溜走。可带头的卫兵还是眼尖的叫住了林清雪，盘问道：姑娘，有没有见过一个17、18岁的小女孩？闻言，林清雪立刻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随后卫兵又交代林清雪，如果见到这位女孩，一定要立刻上报城主府，事成之后必定有重谢。说完，这群卫兵就急匆匆的离开了。而旁边的我听完这些话，心里也在琢磨，这该不会是城主的女儿走丢了吧？林清雪听到了我的心声，瞬间就想起了前世城主赵天蓝的女儿赵欣被一个叫狼牙小队的组织绑架抢劫，那帮家伙后来还起了色心，完事后就把赵欣的尸体丢在了荒郊野外。赵天蓝查明真相后，直接将整个狼牙小队屠了个干净，还把那些成员的尸体在临江城头挂了足足半个月。想到这里，林清雪不禁陷入了沉思。她盘算着，如果救下赵欣，就能借这个机会向赵天蓝讨要些好处。据她所知，赵天蓝手里可掌握着一处秘境，里面有好几件相当不错的宝贝。可是狼牙小队的队长林狼是个2阶巅峰的武者，这实力远远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而我感应到林清雪的想法后，忍不住在心里骂道：蠢女人，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给我找肉吃，越多越好，不然就凭你现在这菜鸡水平去救人，跟送人头有什么区别？你要是真的想不开去送死，千万别拉上我一起。这话一出，林清雪又被气得咬牙切齿，这哪里是她契约的预售啊，这分明就是她的佛祖宗。可尽管气得不行，林清雪也觉得我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她不再胡思乱想，转而继续老老实实的寻找妖兽，给我填饱肚子。就这样，接下来林清雪分别猎杀到2只1阶的暗影猫和9只1阶的长耳兔，但这点妖兽肉加起来还不够我塞牙缝，我甚至还吞了2块大石头，才勉强有了一点点饱腹感。一旁的林清雪见我这么能吃，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难道我堂堂一代女帝重生一世就只能天天给这只傻狗找吃的吗？而此刻的我根本没空搭理林清雪的抱怨，因为就在刚才，我忽然闻到在前方不远处的山洞里传来了一股
让我完全无法抗拒的诱人香味。于是我一个箭步就朝着山洞飞奔而去，而身后的林清雪只能骂骂咧咧地跟上我的脚步。很快我们俩就抵达了山洞的深处，只见前方有一个10多米宽的水池，而且水池里还有几十条长着火红色鳞片的怪鱼，而且这水也有一股清香味，肯定不一般。想到这，我开始趴在池边哐哐喝水。丁，吞噬稀薄的地心灵乳，防御加1，精神加1。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刚刚不过是喝了几十升池水，居然就有一点防御和一点精神属性。这里的池水量这么大，全喝了我它的属性值不得猛涨啊！想到这，我继续哐哐造。追进来的林清雪见到眼前的一幕，瞳孔骤缩。蕴含稀薄地心灵乳的灵泉，而且居然还有10几条龙血鱼。地心灵乳是黄级极品灵药，不仅可以强化身体，还能提升精神力。龙血鱼更是妖兽一种，传说体内具备龙血，使用可大幅增长气血值。唯一让他有些疑惑的便是，龙血鱼似乎只有在秘境中才会出现。一个十分疯狂念头出现在林清雪脑海中，这里极有可能有秘境入口，甚至是没有被开发过的秘境入口。秘境中存在大量资源，有资源他就可以快速提升自己，之后将秘境信息卖给城主府，他还能再度收到奖励，这才是收益最大化。不过即便是低级秘境，其中2阶3阶的妖兽也不少，他起码要成为2阶武者，并准备一番才能进入其中，否则连自己的安全都无法保证。压下心中惊喜，他直接跳入灵泉之中，运转功法吸收其中稀薄的地心灵乳，感觉到自己属性增长的变慢。我心中吐槽，都不会谦让小孩，铲屎官太自私了，我可没功法来加 buff， 不行，必须抢。我一咬牙，花了10点进化值升级饕餮之味技能，消化速度提升 50%， 接着就将头埋进池水中狂吸了。另一边林清雪因为气血值上涨，脸上缓缓露出笑容，她的目光瞥了一眼我，结果差点绷不住表情，黑色的脑袋埋进池水里，吸出了一个小漩涡。假如仅是如此，还不会让他如此震惊，因为他发现我的身体强度以及精神力居然已经接近入阶妖兽层次。我将脑袋拔出水面，呼吸新鲜空气，差点憋死。我拍了拍肚子，实在吃不下了，只能等着先消化。将地心灵乳吸收进半后，林清雪便将我给提了出去。秘境入口不能暴露，假如全部吸收殆尽，极有可能影响秘境入口的稳定。如今这个秘境是林清雪提升的关键之物，不容有失。我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略带几分不悦。铲屎官你真小气啊，还不下去给爷抓几条鱼上来尝尝。我此刻精神力已经达到150点，入阶的精神力可以做到与林清雪沟通。听到脑海中稚嫩且无理的声音，林清雪面色黑沉，你该喊我气主或狱主，铲屎官是什么鬼？我晃了晃小脚，我可是和林清雪同生本命，死不了的，咱们可是同等的地位，都是主人。你要是现在对爷恭敬点，以后也可以提拔提拔你。林清雪冷笑一声，眉心涌出一道精神力魂锁，这是一道普通的精神秘籍，但锁住我的嘴很轻松。感觉到自己嘴上传来的禁锢感，我顿时慌了，张不开口就完了，不吃东西无法成长，也就无法升级，快给爷解开呀！爷错了还不行吗？我求饶道。林清雪扯起唇角，眉眼中带着笑意，你说的不错，我们的地位是一样的，并无尊卑，你可以叫我的名字，但铲屎官这个名字不行。我摸了摸自己的嘴巴，叽了2声，行，以后我叫你小雪雪，你叫我小韩，不过你要让我吃饱饭，一天简单吃个20顿就行。闻言林清雪面色黑了下来，20顿把它卖了也没这么多钱给我买食物啊，我一顿饭可是能吃好几只1阶初期妖兽尸体的，价值数万，算下来一天近100万，他怎么供得起？不行，太多了，我自己同样需要大量资源修炼。我拍了拍屁股，4只小爪子走到林清雪脚边，小雪雪，你应该看得出我的智慧以及我不同寻常的潜力，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我可以自主净化血脉，无需你提供净化药剂，但高等级的食物是必需品。林清雪心脏开始剧烈跳动，却一言不发，眼中带着深思，你大概什么时候能进行第2次净化？你再让我吃15只1阶初期妖兽就足够了。林清雪眸光一凝，好，我会尽快凑齐15只1阶初期妖兽给你吃。此刻他终于相信了上天的安排，重生一次，他的命数已经成功修改。他不想像上一世那样仅仅考入一个吊车尾武者大学，这一世他的起点要比上一世高太多。仅仅眼前的秘境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再得到那枚星辰石，他将彻底起飞，而我是他这是一世的最大变数。即便他上一世成就女帝，也未曾听闻有哪头妖兽拥有比肩神龙那样的力量，同时还具有吞噬天赋。是命运的变化，还是新的齿轮开始转动？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从始至终都是林清雪。丁，林清雪亲密度提升 10%， 当前为 40%， 万物吞噬天赋激活 40%。 听到这声系统提示，我虎躯一震，差点蹦起来。万物吞噬天赋激活已经达到 40%， 如今可以将吃下去的东西转化率提升到 40%， 距离 100% 吸收也不多远了。老弟，你终于信我了，咱们亲密度赶紧提到满值来啊！闻言，林清雪刚刚恢复平静的面色浮现道道裂痕，不许这样喊我！林清雪快要气死了，才刚契约2天，给他取的外号就有3个：铲屎官、小雪雪，现在又来个劳弟，这个该死的话痨兽！我抓了抓头顶2根稀疏的杂毛，兴致有些缺，惹怒铲屎官没啥好果子吃，还得顺着他来。好的，小雪雪，爷饿了，你快去把鱼都抓上来。林清雪银牙紧咬，现在提升实力最重要，
其他都是虚的。他直接跳入池水中，冰凉的泉水打湿他的衣裙。见着这幅画面，我不由咽了咽口水。尽管不是同一个物种，但并不妨碍他欣赏自己的爱好。哎呦，我的女帝大人别挡着呀！优势要展现才是优势，你这样就不把我当家人看了。我看得津津有味。林清雪则是耳根发烫，她有一瞬都想宰了我。试试看老天能不能让他再重生一次，再给他一次机会，他绝对不会选我这个小色狼。丁，林清雪亲密度降低10%，当前为30%，万物吞噬天赋激活30%。我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真是嘴碎，好不容易堆起来的亲密度啊！花了1个多小时，林清雪总算将池中的11条龙血鱼全部抓了出来。见此，我挺着脑袋就冲了过去。今日必须破入1阶妖兽层次。林清雪运转体内气血蒸发身上的水渍，随之伸出素手将我抓了起来。我说了会给你足够的妖兽尸体，但不是这些，我必须尽快达到1阶武者后期，才能在模拟联考中争取到更多资源。这些龙血鱼得我先用。我扭动着小身体抗议，你抗议也没用，我对这个世界比你通透，唯有我考入顶尖武者大学，才能依托更大的平台成长起来。这个世界想要当独狼太困难，自己杀妖兽赚资源，那你可知一个武者从1阶到9阶需要多少资源？海量！我耷拉着脑袋，浑身一副蔫样。劳弟没爱了，都不心疼他的小宝贝了。林清雪将包里最后一只妖兽长耳兔丢给我，我们同生本命，别觉得我是自私，这是将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未来我的资源都会有你的一份。我一口将长耳兔吞下，丁，吞食1阶初期长耳兔，预计15分钟消化完成。咱也不是不讲道理的兽，总的来说铲屎官对咱还是不错的，起码是把能给的都给了。行吧，小雪雪，但你要把龙血鱼身上你不吃的东西给我，那鱼头鱼尾的你肯定不爱吃，别浪费了。林清雪久违的露出了一抹笑容，如冰潭盛开的雪莲般无瑕，我一时间都看呆了。劳弟真有姿色了。他伸出舌头舔了他的小腿一下，好好收着，这是爷对你的爱。林清雪带着几分嫌弃的擦干净小腿上的口水，他对我的无耻已经习以为常，甚至都懒得再教训他，因为没用，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更何况那只是一只傻狗。林清雪捡拾一些干燥的木材，开始生火烤鱼。在这清源生火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但妖兽肉中存在煞气，人类直接食用会影响精神，用火烤之后消除大部分煞气，剩下的依靠精神力镇压就足以。他无法像我那样肆无忌惮吞噬，但妖兽肉中的血气同样也是他提升的最好资源。常用的修炼资源血气丹，其实也是妖兽血肉做成的，1阶妖兽血肉对应1品气血丹，以此类推，而1颗气血丹就价值上万，售价对于目前的林清雪来说太高了。我哐哐几口将地上林清雪处理剩下的龙血鱼残躯吞下，丁，吞食大量1阶初期龙血鱼残躯，预计30分钟消化完成。丁，1阶初期长耳兔消化完成，力量加7，速度加10，进化值加7，万物吞噬天赋激活度提升后，获得属性值确实略微有点提升，我不由满意了几分。目前防御和精神属性遥遥领先，已经完全不低于1阶初期妖兽，但攻击和速度太低，严重不协调，还得尽快提升起来才行。最令我苦恼的还是进化值，这玩意花起来太快了。目前他是全力提升饕餮之位技能，其他技能可是一个都没升级，而且才血脉进化1次而已。不仅如此，我居然还未跨入1阶妖兽，太不合理了。系统，我的4维属性应该是武者的气血差不多的意思，为什么防御和精神都达到标准，我依旧是未入阶？宿主，4维属性仅代表你的体质力量，它与等阶其实并没有100%的联系，你可以理解为二者相互影响，但并不同属。我摸了摸下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在未入阶就拥有击败入阶妖兽的实力？没错，饕餮可以不断吞噬提升自身实力，而能量的积累同样也在提升自身的等级，而你的气主则是通过吸收血气能量打破等级壁垒，从而提升实力。二者提升的本质都是实力，但却又并不一样。我是提升实力与积累能量，从而带动等级提升。林清雪则是反过来，通过等阶的提升来提升实力。这样一看，饕餮掉炸了呀！就算未入阶，也能用变态数值直接碾压其他人，极致的力量，毫无技巧，爽爆了！这就是我最喜欢的战斗方式啊！2个半小时过去，我消化完龙血鱼残躯，再度获得一波属性值，几乎达到了1阶中期武者的气血值了，连进化值也达到30，距离进化到下一形态贪食兽只差70点进化值，暂时存进化点了，先提升血脉再说。劳弟还是不太相信我，得让他在我身上砸钱啊！此刻坐在身边的林清雪正在全力炼化体内宛若岩浆的气血，她如同化作一个炽热的熔炉，额头上沁出丝丝香汗，脸蛋也是红扑扑的，这是气血过剩的表现。不仅快炼化她的身体，就会承受负担。当下正是修炼万元归一诀的最佳时刻，熔炼属性之灵是这门功法的特殊能力，炼化能量才是她强大的根本所在。不过2-3个小时过去，林清雪便已经将龙血鱼的气血完全炼化。她睁开美眸，瞳孔中倒映出一抹金芒，气血暴涨到300，只差50点气血就能达到1阶后期，而1阶武者的极限气血是500点，他距离这个极限已经很近。我单找撑着下巴，一脸鬼迷日眼，欣赏咱劳弟的美色也是一种消遣呀。小雪雪，该去给爷找妖兽吃了吧？只要再吃10来头1阶妖兽，爷就能进化，到时爷的姿色帅你一脸。要不是攻击和速度属性太低，我自己都能找吃的。现在还是得依靠免费打手劳弟出马才行，只能说先富带动后富。走吧。林清雪叹了口气，心中一片凄凉。重生女帝知我在乡下养傻狗，要不是她心太好，
早就怒杀我800遍了。你若是不能自主进化，以后你的口粮自己去赚。我踢踏着小碎步一脸傲死，开什么玩笑？我可是有系统的男人。小雪雪，你抱着我走啊！我想踩你头上行不？放心，我不撒尿的。我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4条小短腿实在跟不上，我的速度才不到50点，林清雪的速度是我的5、6倍，二者完全不在一个层面。吃饭你都赶不上热乎的。林清雪轻飘飘丢下一句话，我瘪着嘴满是不爽。你多冒昧啊！我才出生2天，现在能有一只3个月左右小狗般大小就不错。奶奶的，迟早在劳地头上来一泡童子尿。我小跑着跟上去，但注意力却被旁边草丛中走出来的2人吸引。野生舞者，老白，刚好饿了，这里有一只傻狗，咱烤狗肉吃。那长着络腮胡的男人擦了擦口水，我在他眼中就是一只刚几月的狗崽子，体内血脉也是垃圾，用来吃再合适不过了。刚说完，我身后就钻出一头黄眼虎，气息在1阶中后期左右，这可不是我可以对抗的。见此，我立刻拔腿就跑，心中还不断呼喊着林清雪、小雪雪救命啊，爷要被吃了，赶紧来救我啊！此刻只恨这小短腿速度赶慢，恨不得给自己插上个翅膀。那只黄眼虎朝我直扑而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凶煞之气。叮，一柄银白色的合金匕首自远处射来，将黄眼虎逼退。林清雪面色冰冷地看着面前的李二虎与白牙2人，找死！听到这如万载寒冰般的嗓音，2人却是心痒痒的。我们追捕的那小丫头本就够漂亮，没想到这还有更漂亮的。李二虎眼珠子都快沾林清雪脸上了，白牙同样是一脸痴汉状。他们能感知到林清雪的气血也就300左右，而且气血汹涌，显然是刚突破。林清雪面色越发冰冷，她最讨厌的就是别人用这种语气和她说话，以及这种肆无忌惮的目光。尔等已有取死之道，退远一点，别死了！轻声说完这句话，他就持着那柄合金短刃冲了出去。我躲在一棵大树后，脸上一副看戏表情。老弟还是帅啊，英雄救美的戏码算是被你狠狠拿捏住，爷都心动了2秒。下次你上非诚勿扰，爷绝对投你心动女神。见林清雪敢直接朝他们2人进攻，李二虎和白牙都微微一愣，随后就是浮现出戏谑之色。等会我先来，你别和我抢。林清雪2世为人，拥有的战斗技巧太过超前，区区领先100点气血，这种对手又怎会是他的对手？以他曾经地阶神师的身份，布置出几个灵阵，轻轻松松，仅只是掐诀，瞬息之间便有2个泥沼灵阵出现在那2只妖兽脚下。被泥沼困住，他们想要逃出灵阵范围，需要花不短的时间，而这点时间解决李二虎和白牙完全足够。白牙眸光微变，心中满是诧异：你不仅是武者，还是神师，为什么你布置灵阵不需要时间？布阵灵阵需要将精神力凝聚成一个个的印记，然后放在固定的位置，然后利用精神力串联，从而构造出影响现实的灵阵。成为神师的难度比体修要难10倍，且10分依赖天赋。体修是7分吃3分天赋，而神师则是3分吃7分天赋了，二者截然相反。但无论是吃还是天赋都必不可少。白牙眼中露出激动之色：小妞，我们可以放你安然离开，但你需要将你的神师功法交给我们。闻言，李二虎顿时不悦：不行，老子看上他了，功法我要，他我也要。成年人的选择全都要。林清雪眸光看向李二虎，之间骤然迸射出一道压缩到极致的炽热气血之力。烈阳指，旋即下品武技，他现在使用正好合适，消耗气血少微能也绝对足够。眨眼间，烈阳指便已经击射至李二虎的眼前，随之命中他的眉心。李二虎死去，他的天命神域妖兽也一同死去。仅一击，林清雪便斩杀了比自己高1小级的武者。白牙双眼瞪大，不可置信，他怎么会这么强大？好，一念及此，白牙立刻驱动全身气血，砸碎困住他本命妖兽斥候的泥沼灵阵。本命妖兽死了，他也得死，要逃只能一起逃，并且有本命妖兽相助，逃命的可能性也大一些。刚逃出不过100米，林清雪便身化残影朝着他逼近。我们队长是2阶巅峰武者，你若杀我，同样难逃一死，而且我们队长就在这附近，你放我一马，大家相安无事，如何？这种时候，他只能搬出狼牙小队的队长来威慑林清雪。2阶巅峰武者气血逼近2000，林清雪不可能是对手。看着一追一逃的2人，我啧啧2声，老弟实力真不错啊。有这打手在，爷前期根本不带怕的。不过本想绕开狼牙小队，如今怕是绕不开了。狼牙小队此刻正围困赵鑫，估计很快就能抓住，到时就是赵鑫的末日。林清雪此刻和狼牙小队对上，就是在给自己招惹麻烦。但李二虎和白牙必须杀，不出几个呼吸，林清雪便已经追上了白牙，手中合金短刃如一道白虹射出，命中他的后背，顿时喷涌出大片鲜血。白牙撞在一棵大树上，脸色瞬间白了下来。别杀我，我们小队人很多，2阶武者不下10人，我们狼牙小队在整个临江城都是排名前10的。林清雪一言不发，指尖再度迸发出一道烈阳指。见林清雪不可能放过自己，白牙眸中泛起红血丝，而后引爆了体内气血之力，一声巨响传出，但未伤及林清雪分毫。如今已然暴露，很快便会将狼牙小队的人引过来，他必须带着我尽快离开。但离开前，他还是将赤猴尸体和黄眼虎尸体喂进了我嘴里。丁，吞食1阶后期赤猴，预计45分钟消化完成。丁，吞食1阶中期黄眼虎，预计30分钟消化完成。我咂巴了2下嘴，肚子又饱了。1阶后期妖兽怎么也得有10几点进化值了吧？这样一来，我的进化值45分钟后就能超过50。我站在林清雪的肩膀上，看着四周倒退的风景，
小雪雪，你现在能斩杀2阶武者吗？林清雪微微摇头，跨阶很难战胜，我目前很多手段都无法施展，依靠现在的实力，我最多只能斩杀1阶巅峰。他拥有的武技以及战斗意识都很强，但气血与精神力短板太严重，我更是无法给他提供半分帮助。小雪雪，你不是重生女帝吗？咋就这点能耐？不应该是3阶也能轻易捏死吗？林清雪轻咬银牙，今天是我重生的第4天，你给我时间发育了吗？天天被这傻狗气，胸都气肿了。我悻悻一笑，随之立即将超凡嗅觉升至3级，拥有无比超凡的嗅觉，可通过嗅觉感知到周围400米内的物品。没办法，该花还是得花，逃命最重要。小雪雪，右前方200米有个小山洞，里面有矿石的气味，咱们进去看看呗。而且你的气血消耗也挺大，需要恢复。我坐在他肩头指挥。闻言，林清雪微蹙眉心，你连200米外都能感知到。我得意一笑，别迷恋爷，这只是爷的基操，等爷长大了就换我带你起飞。我的超强感知力着实惊讶了他一时，他如今的感知距离也不到200米，我一只刚破壳2天的傻狗居然比他还强。最重要的是，我连入阶妖兽都还不是，好诡异的存在。我绝对是他两世为人见过最诡异的妖兽之一，刚出生便有比肩人类的智慧，且天赋能力众多。若不是他亲眼看着我孵化并契约，他都怀疑我是开挂了。比他这个重生者都变态，这合理吗？林清雪最终也还是接受了我的提议，找到那个山洞钻了进去。刚进入我就在地上开始扒石头。系统曾说过，我连矿石也能吞噬，并获得属性点。此次就是验证的时候了。我小爪子扒了几下，终于扒出一枚半个拳头大的暗红色矿石，充满杂质的赤阳铁矿，黄级下品的炼器材料，价值不高，我才不管价值高不高，找到就往嘴里塞。见此，林清雪瞳孔缩成针尖大小，矿石也能吃，而且还是矿石之中的铁矿，这是未入阶的妖兽能做到的。丁，吞噬黄级下品赤阳铁矿，预计20分钟消化完成。接着我继续在矿洞内搜寻赤阳铁矿，见到就是吞。林清雪则是在全力恢复气血以应对狼牙小队。之前白牙2人与林清雪战斗的地方，很快20-30人围了过来。为首者气息强横，气血宛若大江大河，身上血气浓郁，他便是狼牙小队队长林狼。敢杀我的人，你带几个人去杀了他，将他的人头带回来。严老三思索了一番，队长，是不是那个临江中学女学生更重要？她身上拥有不少武技，而且还是一位1阶初期神师，神师功法的价值更高。林狼面露冷笑，那小妞受了伤，我的嗜血狼很快就能循着血气找到她。你去杀那个凶手。另外，我听闻城主府兵进入了清源森林，去查查看他们有什么目的。我们绕开点走，别撞上。狼牙小队名声不太好，最怕撞见城主府的府兵，而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府兵找的人就是他。真要抓到他，得老惨了。严老三应了下来，是我这就带人去追捕那个凶手。对方离开最多不过半个小时，逃不了太远。林狼摸了摸他身边一身血红毛发的嗜血狼，嘴角带着几分笑意，去给我抓到那个小妞。神师功法本队长要定了，神师功法要比体修功法珍贵太多，同等级功法价值相差10倍，而且神师攻击要比体修更加诡异，让人防不胜防。一旦拥有功法，甚至有一丝可能成为炼药师或者炼器师，那可是铁饭碗。嗜血狼朝着一个方向窜出，速度极快。山洞内的我还在吞噬赤阳铁矿，脑海中响起到系统提示声：丁，1阶中期黄炎虎消化完成，1阶后期赤猴消化完成，100斤黄级下品赤阳铁矿消化完成，力量加30，防御加20，赤阳纹加1。赤阳纹是赤阳能量形成的特殊纹路，烙印于皮肤上，激发后可小幅提升力量，并附带赤阳灼烧之力。丁，恭喜宿主突破1阶初期。我满脸激动，吞了这么多好东西，终于是突破1阶初期，以后我也算是正经的妖兽。而且赤阳纹的出现给了我一个小猜想，或许我吞噬其他属性矿石也能获得这种特殊纹路，从而提升自己的全方位的力量。尽管赤阳纹对于战力的提升只是小幅，但多种这种 buff 加持效果同样令人惊喜，真不错呀。饕餮血脉属实是变态。刚恢复血气的林清雪抬眸看向我，眸中有着一丝诧异。突破了，孵化2天时间就突破成为了1阶初期妖兽，他难道真的是什么都能吞，并用吞食的能量提升自身？那未免太恐怖了吧。体修需要打磨气血强化肉身，神师需要积攒精神力学习精神秘籍，以及耗费大量时间的精神力操控训练。而我呢，只靠吃就能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并实现自我血脉的进化。若是成长起来，未来成就或许真的不会弱于他。难道他拥有传说中上古凶兽饕餮的血脉？可饕餮不是已经完全灭绝了吗？林清雪脑中乱作一团，无法分析出我身上的各种诡异。丁，林清雪亲密度提升20%，当前为50%，万物吞噬天赋激活50%。我捋了捋自己头顶的几根杂毛，脸上带笑，嘿嘿，小劳弟，你终于还是再一次被爷的气质震惊到了。孵化2天就能突破1阶初期，还有谁？系统给你点个赞。我踢踏着小碎步朝着林清雪走去。小雪雪，快带我去矿洞深处吃更多赤阳铁矿，吃的越多我实力越强。闻言，林清雪将我提起放在自己肩头，但我屈膝一跳就跳上了她的脑袋，还得是站得高才看得远啊。不过唯一不好的就是这地方看不见山峰了。随之我又跳回了肩头，安心的趴在那里。林清雪眉头深深蹙起，你别在我身上乱跳，否则就自己走。明明都已经突破1阶初期了，居然还要他带着走，别生气嘛。爷也是试试看哪里更舒服，等回去后再给爷洗个澡呗。爷从出生开始就没洗澡。林清雪面色黑了黑，契约了我这个话痨以后可真是有的受。你是不是拥有上古凶兽饕餮的血脉？林清雪轻声问道。我露出得意笑容，
不愧是重生的劳弟，这么快就猜到了，也就是拥有饕餮血脉的神兽。等爷以后带你飞。即便得到我的确定回答，林清雪依旧感觉很不真实。饕餮血脉在上古就已经消失，数万年来从未出现过饕餮血脉。不仅如此，像饕餮这样的四凶血脉、神龙、神凤血脉都是不可能轻易被人类契约的，因为他们有着骨子里的傲气，不认为人类拥有契约他们资格，并且这种血脉假如不够纯粹，那他们晋升神级血脉就会更加艰难，每提升一丝血脉纯净都难如登天。但这种金字塔顶尖血脉一旦成就神阶，那就是无敌的，真正的 bug 级存在。饕餮吞天噬地，几乎吞噬一切物体，所有攻击在他面前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我这一世注定走得比上一世更高吗？经历3次后悔的女帝，第一次有些庆幸自己的选择，或许真的会有一天她会被我带飞。小雪雪，我闻到血腥味了，似乎是一个人的，你得小心点。林清雪偏头看向他，能推测对方的身份吗？我小爪子摸了摸下巴，血液是3个小时前的，闻起来很鲜活，年纪应该和你差不多。空气中有女孩子独有脂粉味，还有一股奶香味。抱歉，奶香味是你的，你平常用啥沐浴露呀？好香啊！回家以后给我用行不？林清雪紧握拳头，耳根泛起粉红，她拉了拉自己的领口，不许乱看，否则就自己下去走。我撇嘴，心中有些可惜。现在讨好爷以后带你飞，连投资都不会，真小气。看梁岩咋了？根据你给的信息，是赵鑫的可能性很大，刚好狼牙小队也在这附近，赵鑫或许受了伤，然后躲进了这个矿洞里。那咱们要救他吗？你想救他吗？林清雪淡淡问道。我想让他多送我点灵药，让我能赶紧再进化几次。这可是城主女儿，要是救了她，肯定能得到不少好东西，到时候全换灵药就能收获大量进化。开始第2次进化足矣。林清雪沉默半晌，我们的成功率不足2成，并且其中很大程度上依赖府兵赶来的速度。白牙自爆引起的声响很大，府兵大概率也已经听到了，但想要赶到这里，谁也无法确定到底多久。这个时候城主府还不知道是狼牙小队在抓捕赵鑫，完全就是在大海捞针，即便府兵和狼牙小队的人碰上了也无济于事。咱们得动动脑子呀，你咋比我还笨？咱们现在可是在矿洞里，即便是2阶巅峰武者，假如遇到矿洞坍塌，估计不死也得重伤。林清雪眸光微亮，假如他利用灵阵破坏矿洞的土石结构，就相当于是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只要他利用精神力引动就可以制造坍塌，极大可能能将狼牙小队的成员砸死在这里。2阶武者依旧是肉体凡胎，矿洞坍塌这种量级的灾难完全可以将之砸成碎肉。可我们怎么出去呢？我最多有把握保证我们可以不会被砸死。我扬起下巴，露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最后收场的任务当然是爷来干了，就算煽动他了，爷也能给你吃出一条路来。很快的林清雪脑中思考着我的方法，虽有风险，但救下赵鑫的可能性大概能有7成左右。无论能不能砸死琳琅的狼牙小队，坍塌的矿洞同时也能将府兵引到这里，他们安然逃离的机会同样不小。那先按你的计划试试，我们先将赵鑫找到并布置好陷阱。好嘞，爷来给你指路，往左边隧道走，血气就在那边。矿洞之外，琳琅等人已经跟着嗜血狼来到了这里。嗜血狼对于血气极为敏感，更何况他还闻过赵鑫的血液气味，找到他是10拿9稳的事情，无非是耗点时间而已。赵鑫手中的神师功法他势在必得，即便他修炼不了也能卖出高价，这比平日里抢些1阶妖兽尸体来钱快多了。至于赵鑫的身份，他完全没有考虑在内，来清源森林历练就带着2个护卫，还是区2阶中期武者，能是什么大户人家小姐？而且清源森林天天死人，进入这里就该有死的觉悟。都给我进去，仔细搜索每条矿洞，必须抓到那个小妞，而且是活抓。琳琅冷声下达命令，眸中有着火热，既是对神师功法，也是对赵鑫。林清雪按照我的指引，基本已经完全确定赵鑫的位置。出来吧，我知道你在那里。听到林清雪清冷的嗓音，赵鑫本能地认为是狼牙小队追上来了，他瑟缩在那边不出来，脚边趴着一只神色萎靡的3尾妖狐。林清雪缓缓走了过去，我不是狼牙小队的成员，我与你一样是临江中学的学生。闻言，赵鑫心中闪过瞬间的惊喜，他已经被狼牙小队追捕了接近2天，不仅身上有伤，他的本命妖兽更是消耗严重，几乎已经到了绝境。你是林清雪？赵鑫轻声问道。你认识我？听同学说过你的名字。赵鑫有些不好意思，但似乎面前的林清雪与他同学口中的林清雪完全不一样。面前这位可是1阶中期武者，马上突破1阶后期的天才，在临江中学高3上学期能突破1阶后期，妥妥的全国前100武者大学的苗子，再努力很大可能冲击全国前30。赵鑫目前就是1阶后期武者，同时也是一位1阶初期神师。此次来清源森林本是为了练习灵阵的同时增加自身与妖兽战斗的技巧，可谁知却被狼牙小队的人盯上，不仅杀了他的2个护卫，连他的手机也被打坏，如今只能躲在这里等府兵来救。可他心里却没半点底，谁也不知道是府兵先来还是狼牙小队先来。林同学，你是来救我的吗？赵鑫试探着问道。林清雪淡淡点头，算是吧，但我无法完全保证一定能在狼牙小队手中救下你。之后你听我指挥。没问题，只林同学能救我，出了清源森林，我爸爸一定有重险，这是后话，等出去再说。你先跟我走。林清雪一路走来，早就找好了最佳地点，无论能否救下赵鑫，他与我的性命都是最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最坚固的掩体，起码能抗住矿洞坍塌的冲击力，加上他的灵阵辅助，保住性命不难。他将赵鑫带到一块完整的石壁旁，你也算是神师，我教你一道灵阵布置方法，你按照我的方法构建灵阵。闻言，赵鑫露出吃惊之色，教他布置灵阵，就算是一道黄级下品的灵阵也得几10万吧。他似乎听说林清雪父母都死在了兽巢之中，本身资质更是奇差，
这完全就是两个人啊！林清雪微微蹙眉，听不懂。赵鑫立即回神，哦，抱歉，我听明白了。林清雪运转精神力，将一道名为不食灵阵的灵阵布置之法传入赵鑫脑中。不食灵阵原本是为防御，可控制的灵阵可以强化石头、地面这类物品的硬度，增强其防御力，用在此刻正好合适。你将灵阵布置在我们所在位置的上下左右四方，有多少精神力用多少，确保即便是矿洞坍塌也不至于砸死我。赵鑫倒吸一口凉气，双眼瞪大，你是想要将矿洞弄塌，然后砸死狼牙小队？那我们怎么出去？这你不用管，我自有方法，你信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说完这句话，林清雪就走去前方布置其他灵阵，我则是在旁边的小角落里挖着矿石哐哐啃。赵鑫看着这一幕也是满脸古怪。林清雪在他眼中是高冷、性格孤傲的，可契约的妖兽居然是一只没心没肺的黑色小狗，血脉等级更是只有区低级2星。我和林清雪站在一起，完全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赵鑫苦笑一声，随之开始布置灵阵。此刻的他除了相信林清雪别无他法。我啃着矿石之际，发现那只三尾妖狐居然用奇怪的目光看着自己，顿时露出愤怒之色。蠢狐狸，再敢用这种眼神看你，也就吃了你。似是感知到我眼中的恶意，三尾妖狐退后几步，害怕的收回目光。在他的感知中，我的血脉等级十分低下，远不及自己终极3星的血脉等级。可对上我的目光，就感觉是在面对一只史诗级大凶，心中的恐惧感难以抑制，仿佛下一秒他就会吃了自己。赵鑫看向返回的林清雪，神色中依旧带着紧张。林同学，这样真的能全部杀死狼牙小队吗？他们可是有不下30人，且2阶也有近10人，队长琳琅更是2阶巅峰，2个1阶的高中生想要杀一位2阶巅峰武者，任何人听见了都不会相信，这难度比让你爸生孩子还难。那你想死吗？林清雪淡淡开口。赵鑫面露苦笑，当然不想，我已经逃了2天，早已没了任何手段，但我怕你会被我拖累。林清雪瞥了他一眼，神色微微有了点缓和。狼牙小队此刻已经进入矿洞，想必出口也已经被对方堵死，只要你完全按照我的指示，我保你有7成可能性能活。你怎么知道狼牙小队的位置？赵鑫惊讶问道。将手掌贴在石壁上仔细感受就知道，狼牙小队20余人，加上人手1只妖兽，就算再小心也会发出一些动静。在这幽静的矿洞之中实在太过明显，即便是精神力一般也可以感受到石壁上传来的微弱震动。丁，150斤黄级下品赤阳铁矿消化完成，力量加40，防御加30。我肚子里的赤阳铁矿再度消化完成，属性值又涨了一波，可惜没有新的赤阳纹，同一种材料应该只能有1道。下次试试其他矿石。我的攻击属性已经达到185，加上赤阳纹助力，攻击差不多是1阶中期，防御力则是畸形的达到了290，和林清雪相比也不差多少。正是对自己消化能力以及对劳地的信任，我这才准备玩一波大的。狼牙小队20多人，也就是20多只妖兽，其中甚至有一头是2阶巅峰，若是能将之全部坑杀在这里，我进化第2形态的进化值就有了。不仅如此，我还能开始升级其他技能，其中减伤和贪婪2个技能乃是必须升级的，一个防御一个爆发，都是牛逼技能，打架全靠他俩了。一声狼嚎响彻整个矿洞，那是嗜血狼的吼声，想不到还有意外之喜啊！琳琅一群人乌压压走了进来，强光手电直直打在林清雪2人身上。见到林清雪那比赵鑫更加火爆的身材，琳琅舔了舔嘴角，一次来俩，这下能吃顿好的了。小妞，将神师功法交出来！赵鑫紧咬牙关，眼中满是杀意。休想！我乃城主之女，你狼牙小队若是敢动我爸爸定会将你们撕成碎片。琳琅冷笑一声，老子还是城主呢，你不如叫我一声爸爸。临江城没几个人知道城主有一个女儿，如今赵鑫说他爸是城主，琳琅怎么可能相信？赵鑫是临江中学的学生，神师功法多半来自于学校，功法即便是黄级下品，珍贵程度依旧远高体修功法，谁让神师稀少呢？修炼难度也高。赵鑫气得发抖，没想到往日塑造的普通家世却害了自己，明明有好的背景却不用，真是愚蠢可及啊！琳琅激发体内气血之力，澎湃如潮的气血如海浪般喷涌而出，给人莫大的压力。他缓步朝着2人走去，嘴角带着淡淡笑容，做我的女人，并将临江高中教给你们的功法武技全部交给我。等我破入3阶武者，在这临江城你们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与我共享荣华岂不快哉？站在林清雪肩头的我目露凶光，看向琳琅的眼神中带着杀意。小雪雪，快给我杀了他！你可是我的，他居然敢和我抢女人！林清雪眉心微蹙，恨不得将我的嘴缝起来。你的女人，那她不就是狗女人吗？该死的傻狗！林清雪冰冷的目光看向狼牙小队成员，功法我有，武技我也有，但你们这么多人，我该交给谁？自然是我。琳琅露出笑容，林清雪勾起唇角，凝聚精神力于掌心之内，精神力缓缓化为实质，如同一枚银色宝珠般。这便是你心心念念的神师功法，但学习的机会只有最后一次，融合之后，其他人将无法再学习这门功法。怎么分配你们自己讨论吧。差点忘了，我这门神师功法乃是玄级上品。说完，他便将那枚银色宝珠给丢了出去。只是瞬间，不仅是琳琅朝着宝珠飞奔而去，他身后的20余位队员也红着眼冲了过去。这可是玄级上品啊！整个临江城等阶最高的武技都没有玄级上品，更何况这还是神师功法，价值超过1000万之巨，抢到这辈子就什么都有了。人性的贪婪便是如此。
即便知道得到的概率很小，还是会被贪婪给驱使，去争取那虚无缥缈的宝物。常言道，富贵险中求，可所有人似乎只记得上一句，却忘了也在险中丢这下一句。琳琅化作一道血光，飞速将宝珠抓在手中，而后震荡气血之力将所有人震飞。他脸上露出狠厉却疯狂的神色，恶狠狠地盯着其他成员：你们想死是吧？竟敢和本队长抢宝物！你们这些废物有资格获得这种宝物吗？小队成员被这一声吼吼回了现实，但心中多出了一股对琳琅的不满。他们是一个小队，凭什么好处都是琳琅一个人拿？面前可是玄级上品神师功法，得到就能逆天改命东西。队长，你拿了功法，我们又能拿什么东西？你到底有没有将我们当成兄弟？一人怒声质问道。有人带头，随之其他人胆子也大了起来。没错，我们跟着你在清源森林6、7年了，每次好处你一个人就拿了一半，我们剩下的人分一半，凭什么我们拿这么少？老子连老婆本都没赚到，你当队长却连买3栋房，现在连神师功法都要独吞，你配当我们队长吗？我们把功法抢过来。琳琅扯了扯嘴角，眼中带着一抹不屑。一群废物，若不是需要你们给我卖命，真以为老子稀罕带着你们混饭吃啊？既然活腻了，那就都去死吧！恐怖的气血之力自他体内喷入，那头在他脚边高大的嗜血狼如同化为一道血影，飞速扑进人群中撕咬。仅仅几个呼吸间，20余人中那些一阶武者便死伤惨重。琳琅自信于自己以及他本命妖兽嗜血狼的实力，而小队成员觉得他们人多势众，耗也能耗死琳琅。林清雪拉着赵兴退回了之前布置不时临阵的地方，趴在他肩头上的我轻蔑地扫视那些蠢货。劳弟果然不愧是重生者，这智慧就不是18岁小丫头能拥有。其他女生18岁哥哪天天哥哥好帅呢？能用一门假的功法激起人性的贪欲，不费吹灰之力便让狼牙小队内斗，削弱其力量，这种谋略不容小觑。赵兴咽了咽口水，美眸中满是震惊。追杀了他整整2天的狼牙小队，却在他这位同校同学面前内斗成狗，自己和他真是同岁吗？难道这就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用脑子杀人？赵兴眼中充满了对林清雪的崇拜之情。林同学，他们之中早晚会出现一方获胜，我们需要偷袭他们吗？林清雪淡淡摇头，目光不断扫视混战的一群人。我们这点实力偷袭毫无用处，反而会打断他们的内斗。无论他们之中谁是最后的胜者，实力都会大幅下降，那时才是我们出手的时机。以林清雪的经验分析，琳琅获胜的机会更大。他虽只有一个人，但嗜血狼可吸食血液修复伤势以及提升实力，加之他2阶巅峰的等级，小队中其他2阶武者即便人数众多，也会被嗜血狼与琳琅一一斩杀。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便琳琅成为胜者，最后的实力也会降低至5、6成左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林清雪想当黄雀，琳琅没有处理他们2人。可同样分析到了这一点，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小小一阶高中生，在他手中翻不起浪，除非是弄他矿洞。所有人一起死，大战近1个小时，血腥气充满整个矿洞。琳琅踹开地上尸体，带着瘸了一条腿的嗜血狼靠在石壁旁休息。他妈的，好在老子的功法是嗜血功，肉身恢复力强悍，要不然伤势还会更重。他从自己储物戒中将那枚银色宝珠拿了出来，眼中满是激动，目光瞥向远处静静看着自己的林清雪2人，嘴角带上笑意。小丫头，你很聪明，故意将功法等级也说了出来，逼我不得不杀了所有人。我琳琅就喜欢聪明的女人。林清雪淡淡一笑，那你有没有猜到我连功法都是骗你的呢？闻言，琳琅瞳孔骤缩，浑身滚烫的血液都凉了一瞬。不可能，老子的精神力虽然低，但好歹也迈入了1阶中期，这枚银色宝珠之中绝对有功法的痕迹。琳琅不断告诉自己功法是真的，随即立即运转自身精神力渗透进宝珠，想要融合这门功法。他曾经也亲眼看到过神师功法，明明和这枚宝珠的气息是一样的，不可能会错的。琳琅的精神力与宝珠接触的瞬间，宝珠直接化作精神力消散，并将地上林清雪早已布置好的泥沼临阵激活。他脚底瞬间变为软绵绵的泥沼，将他半条腿都吸了进去。你这个该死的贱人，你竟敢骗我！林清雪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引动了他布置的其他灵阵，头顶的山体开始震动，随之一道道裂痕遍布石壁，随之就是轰隆隆的爆响声，土石轰隆隆落下，直至将半段矿洞填埋。林同学，狼牙小队应该都死了，可我们所处的位置距离出口就算是挖直线，也得有100米吧？还没工具，那就更难了。林清雪抓起肩上的舞丢了出去，在地上滚了2圈才停下。我揉了揉屁股，脸上满是优越。小雪雪，也可是你男人，能不能对你的男人温柔一点？林清雪柳眉轻蹙，别废话，快点挖洞。我扭了扭屁股，站在乱石前，开始全力吞噬滚落的乱石。见速度有点慢，又花了20点进化值提升了1级饕餮之位，我速度开始加快。之所以舍得花进化点升级，那都是眼馋前面被乱石压住的妖兽尸体，特别是那头嗜血狼，这可是20多只妖兽尸体啊！即便是血气损失很多，是体内蕴含的能量依旧庞大，其中2阶妖兽都有10只，大笔的进化值和属性点即将进账。赵鑫被我吞噬石头的速度震惊的说不话来，这是何等的吞噬速度！我体型还不如一只2哈大，吞噬的石头早已经是他体积数十倍乃至100倍，并且速度丝毫没有因此就慢下来。见林清雪甚至旁若无人的开始修炼，他无奈一笑，最终有样学样的开始恢复伤势。前方的我吭哧吭哧狂干，
这些石头刚被他吃下去，没2个呼吸就被消化，完全扛不住饕餮之味的强悍消化力。上古凶兽饕餮吞噬一切，这句话丝毫不是夸张。连吃了1个多小时，我的属性只涨了几点。最开心的还得是他挖出了那只嗜血狼的尸体，一点点将之吃进肚子里，1分也没浪费。丁，吞噬2阶巅峰嗜血狼，预计需要1天消化完成。1天，我露出震惊之色。之前消化1阶后期的斥候甚至不到1个小时，这2阶巅峰的嗜血狼翻了好多倍。宿主的等阶提升、血脉进化或者饕餮之味技能升级，都能带来消化速度的提升。此外，与宿主等阶相差越大的物品，消化速度越慢。好饭不怕等，也等得起。我继续吞噬乱石，找到的赤阳铁矿也一起丢进嘴里。现在饕餮之味空间足有50立方米，一只妖兽体积还不到1立方米，一次性装下这20多只妖兽都没问题。继续扒了会，我扒出了琳琅的尸体，他手指上戴着的储物戒还完好无损，我将之取了下来，衔着它放到了林清雪的脚边。小雪雪，爷送你个定情信物，拿了以后就得嫁给我喽。林清雪没有搭理嘴欠的我，拿起那枚储物戒擦了擦，随之戴在了自己的手指上。小雪雪，快看看有没有我能吃的，我还得长身体呢。我催促道。林清雪将精神力探入储物戒，琳琅的储物空间中存了各种杂七杂八的东西，生活用品、干粮、妖兽尸体，不少1品和2品的气血丹，几株黄级灵药，还有1品黄级中品的长剑。有了这些资源，林清雪在模拟联考前绝对能突破1阶后期，而临江中学这个时间段，能突破1阶后期的学生最多不超过20人，真穷。林清雪轻声吐槽了一句，随后将那几头妖兽尸体全部喂给了我。丁，吞噬1阶中期追风暴，预计24分钟消化完成。丁，吞噬1阶巅峰期黑纹蟒，预计50分钟消化完成。丁，吞噬2阶初期爆炎鼠，预计3小时消化完成。我打了个饱嗝，脸上露出满足之色。小雪雪，我闻到妖兽尸体身上混杂的灵药味，储物戒里肯定有灵药，快都给我吃！林清雪将手缩了回去，轻咬银牙，真是狗鼻子，连这都能闻到。不行，我要用灵药来修炼。你吞噬那些妖兽尸体足够了。我顿时不满起来，爷的血脉等级又快进化，赶紧把灵药给爷吃。林清雪面色黑沉，掏出1株黄级中品冰晶花丢给我，只有1株，再多就没了。我轻哼了声，吞下冰晶花就走了。老弟还是小气了。丁，吞噬黄级中品冰晶花，力量加6，防御加6，精神加5，进化值加8。吞噬灵药获得的进化值以及属性点，看起来要比妖兽少一些，但好处是消化速度极快，以后可以依靠吞噬大量灵药来积累进化值。灵药提供的进化值尽管要少一些，但架不住速度快了。1阶初期妖兽消化都要10几分钟，2阶更是3个小时起步，3阶这不得好几天。为了尽快挖通矿洞以及消化妖兽尸体，我咬牙花了30进化值再次升级了饕餮之味，胃部可存储60立方米食物，且可消化一切反哺自身，消化速度提升50%。这次真是一条道走到黑了，严重偏科。我无奈叹气，打架的事交给劳弟，我就负责吃就好。进化值只剩6点，但消化完所有妖兽尸体，开始进行第2次血脉进化是必然的。我再次哐哐炫了起来。丁，吞噬2阶中期铜甲龟，预计7小时消化完成。丁，吞噬2阶初期地岩珠，预计3小时消化完成。矿洞外，原本正在镇守洞口的2个狼牙小队成员听到轰隆隆的巨响，被吓得一哆嗦。而正在周围搜寻赵兴踪迹的城主府兵同样听到响声，立即朝着矿洞方向赶去。张正元乘着一头雄鹰将那2个狼牙小队成员生擒住，他目光冰冷地盯着2人，说：“这矿洞为什么会塌？另外可有见到我家小姐？”那2人双腿打着哆嗦，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张正元面露冷色，直接捏碎1人的喉咙：“你只有3个呼吸时间。赵兴已经失踪了2天，城主赵天蓝下了死命令，1天内必须找到，否则他们所有人都遭殃。矿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塌，我们狼牙小队只是在追捕1个人而已。”那人颤声解释道。张正元将赵兴的照片取了出来：“你们追捕的可是他。”见到照片上的女人，那人顿时瞳孔骤缩，他知道他已经完了。那女人居然真是城主赵天蓝的独女。见此，张正元也无需他回答了，眼中满是杀意，直接捏碎他的脖子。几个小队长围在了张正元身边。统领，大小姐真的被埋在矿洞里了吗？张正元面色黑沉，拳头不由握紧，他的目光扫向众人，速速将所有人召集过来，将矿洞给我挖通。大小姐绝不能有事。接收到命令，府兵立马开始发送消息，将所有搜索赵兴的府兵全部召集到这里。所有人给我开始挖，3个小时内我要看到一条通往矿洞深处的路。3个小时是他最后的机会，若赵兴死了，赵天蓝绝对会发疯。丁，1阶中期追风暴消化完成，力量加13，防御加8，速度加18，进化值加12。丁，1阶巅峰期黑纹蟒消化完成，力量加16，防御加18，进化值加20。丁，恭喜宿主突破1阶中期。听到系统提示，我的心情越发好了起来。消化完所有的1阶妖兽尸体，属性点大涨一波，进化值已经过100，而且等级还突破了。3喜临门啊！我现在的战斗力完全达到1阶中期的地步，甚至防御力有1阶后期水平。这种变态的提升速度，不愧是上古凶兽。126点的进化值，我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进化血脉等级，但还是要等挖通矿洞再说。这是第2次进化，时间肯定比第1次要长，必须确保自身安全。这还是前菜而已，等将肚子里的2阶妖兽尸体全部消化完，我的属性还能暴涨。劳弟，你的男人要起飞了。
感知到地面上传来的震动，我忽地停了下来。狼牙小队的人基本已经死光，那来挖矿洞的人大概率就是府兵了。正好吃这些没营养的东西也都吃腻了，就让你们来挖吧，也休息一会。我扬着头走回林清雪身边，4条小短腿一蹬就跳上了她的肩头。林清雪嘴角抽了抽，对我很是无语。明明体内气血浑厚程度都已经超过了寻常一阶中期武者，居然还这么喜欢趴在她身上，真烦。并且她刚刚体内契约之中传出一股精纯的气血反哺，这说明我突破。仅仅是在这矿洞中的不到1天功夫又突破，孵化3天成为一阶中期妖兽，即便她这位重生女帝都有些头皮发麻。饕餮真就这么变态吗？看着趴在林清雪肩上露出慵懒姿态的林同学的本命妖兽还真有趣，不过他是累了吗？为什么不继续挖了？他说你家府兵已经在外面开始挖了，最多2小时就能挖通。闻言赵鑫露出惊喜之色，面色都好了几分。逃了2天多，他的神经一直紧绷着，如今府兵来了也算是松了口气。他感激地看着林清雪，林同学，这次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你有什么要求吗？我会尽力报答你。我猛然睁开双眼，2只小爪子不断摇晃林清雪的衣领。小雪雪快要灵药，也要好多灵药。林清雪不耐烦地摁住他的脑袋，随之他才抬眸看向赵鑫，我想要进入你们城主府的那个低级秘境，另外还想要一些灵药用来修炼。赵鑫略作思索，看起来像是在考虑。城主府的秘境一般只给城卫军进入，我可以和我爸爸商量一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至于灵药好说，我城主府有不少灵药，大概3天后交给林同学可以吗？林清雪微微点头，可以。赵鑫露出笑容，整个人都很放松。在他眼中，林清雪绝对是一个修炼天才，毫无背景与资源，硬生生依靠自身的努力突破1阶中期，距离1阶后期也仅有1步之遥。这种成绩已经排在全校前10之列。若能在4个月后的全国武考之前突破2阶中期，就能稳上全国前30的武者大学。假如能达到2阶后期，便有很小的机会够到全国前10的顶尖学府。近10年来，高考状元最高也就3阶中期而已，有更多资源在，林清雪有很大机会能考入全国前10的大学。模拟联考是1次机会，之后的全国武考冲刺则是第2次机会。这2个阶段，林清雪的气血定然会暴涨，甚至可能挤占全校第1的宝座。轰轰轰，刺耳的摩擦声从前方被乱石塞满的矿洞外传出。大小姐，你在里面吗？听见呼喊声，赵鑫露出笑容。张统领，我在矿洞里，你快让人挖开矿洞。矿洞外的张正元脸上露出喜色，太好了，确认赵鑫的安全。张正元立马掏出手机给赵天蓝报了个信，他这位子也算是保住了。随着最后一块大石被搬开，赵鑫和林清雪也从矿洞中走出。小姐，你受伤了。张正元立即取出疗伤药剂给赵鑫疗伤，喝下药剂，赵鑫的面色缓缓红润，身上的血痕也都开始结痂。张正元看向林清雪，这位同学怎么会和我家小姐在一起？赵鑫随即解释道，林同学是我的同学，这次若非他救了我，我恐怕逃不过狼牙小队的追杀。张正元感激地看向林清雪，多谢林小姐救我家小姐一命，我城主府定有重谢。林清雪面色淡淡，依旧是不甚在意的神色。既然你家府兵已经来了，我还需历练，先走了。说完，他便带着我朝着清源森林深处走去。张正元面露古怪，对林清雪的态度实在有些难以捉摸。小姐，你的这位林同学好像有着不同一般人的冷静。赵鑫苦笑一声，假如我说他不费吹灰之力坑杀了狼牙小队20余人，张统领信吗？闻言，张正元顿时双眼瞪得溜圆，眼底满是难以置信的错愕。小姐怕是在说笑吧？狼牙小队队长林狼可是2阶巅峰武者，手下有近10位2阶武者，他不过1阶中期武者，这怎么可能做到？可他就是做到了，并且如同吃饭喝水一般简单，甚至身上一点伤都没有。似是想到什么，张正元将矿洞坍塌与林清雪联系在了一起，用坍塌的矿石砸死狼牙小队成员，并将他们吸引过来。一个小计谋，轻松一箭双雕。大智之人，这等天才之前竟从未表现过自身，并且天赋与智慧都是顶尖的。赵鑫微微点头，没错，他一定会是临江中学这一届最大的黑马。那我们要派几个府兵保护他吗？清源森林内可也是有3阶以上妖兽的。张正元问道。不用，林清雪很冷静，危险的事情他不会去做。既然他没有选择回学校慢慢修炼，那便说明他有着十足的自信。张正元看了眼林清雪消失的方向，叹了口气。好，那我先送小姐回城主府了。城主已经急疯了。走在森林小道上的林清雪目光不断扫视四周，寻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已经告诉他，他即将进化血脉等级。即便是林清雪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都忍不住泛起激动。我的每一次突破以及血脉进化，都能给他带来反哺，这对他来说是好事。如今他距离1阶后期只有1步之遥，2天内足够他突破。找了个西边的平地，林清雪坐了下来。这里应该还算安全。你进化需要多久时间？我想了想，估计10来分钟吧。行，你开始进化吧，我会为你守着。我露出笑容，嘿嘿。小雪雪亲眼见证爷的第2次血脉进化了。血脉进化启动，熟悉的昏沉感袭来，我的身体开始被浓郁的血脉气息包裹，周身飘荡着淡红色的能量。他的血脉正在不断变得纯净，缓缓朝着真正的饕餮前进。只是不知道具体多少次进化才能彻底变为式神饕餮。确定我正在稳定进化，林清雪立即将储物戒中剩下的3株灵药一起取出，然后放入自己嘴中。这其中有2株是可以提升精神力的黄级中品凝神花，另一株是能提升血气的黄级上品血灵芝。这些东西我醒着的时候他可不敢拿出来，真拿出来多半是喂了狗了。吃这些灵药的时候他还莫名有些心虚，想他昔日女帝吃点灵药居然还需要偷偷摸摸，实在是我狗鼻子太灵。
而且饭量大到离谱，几乎永远吃不饱。权位给了我，他的等级就会落下来。另外，他还担心一个事情：逆主。当妖兽的实力超越主人时，便存在逆主的可能。真尼玛多！我赚点进化值容易吗？我无奈吐槽，打算延缓血脉进化的步子，先给几个技能升级再说，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斩杀妖兽也能更加简单。而且此次贪婪技能出现变化，激活技能后不仅能获得全属性提升，还能屏蔽一切痛觉，持续巅峰状态 buff。这不妥妥的战斗机器，高输出、高减伤，饕餮猛呀！我嗅了嗅，随之露出愤怒之色。小雪雪，你居然趁着我进化偷吃灵药，也生气了？林清雪勾起唇角，脸上带着几分笑意，眼睛看到的才是真。你看见我偷吃灵药了吗？我顿时语塞，牢地不厚道。没办法，没有抓住马脚，我只能忍下这口气。我两条后腿一蹬，想要像之前一样跳上林清雪的肩膀，但却被林清雪躲不过去。我顿时很委屈，没爱了。小雪雪，你现在都不亲近也了，爷这么可爱，你都忍心拒绝？林清雪紧抿着眉，神色中带着点无语。我的外形粗犷，怎么也和可爱搭不上边？没说句丑东西就不错了。你现在体型这么大，体重起码过100斤，你是要我扛着你走吗？我微微一愣，随后看了看自己的体型，不怕，我有的是办法。我直接给大小如意技能点到4级，当前幅度8倍，我缩小成一只小猫大小，再次跳上了林清雪的香肩上。而这一次他没有躲，林清雪偏头无奈看着他，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趴在我肩上？自己下来走不行吗？我扬起下巴，也喜欢在上面，上面站得高有主动权，而且风景好。看了眼前方没被污染的清澈河流，我眸光一亮，小雪雪，咱们洗澡去，你给我搓背，我也给你搓背，其他的我也能效劳。滚啊！最后的结果就是确实洗了澡，林清雪按着我在河水里搓了一顿，然后布下灵阵遮盖她的视觉，这才放心下水洗漱。人与兽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我现在就是一只妖兽，看两眼能咋？又不能对你怎么样，爷会成为神师的，早晚破了你这灵阵手段。妖兽也拥有精神力，理论上也能成为神师，但真有这种天赋的妖兽凤毛麟角。毕竟妖兽的智慧摆在里，想要学会灵阵的复杂结构，难度不下于让现在的我去穿针引线缝衣服。布置灵阵需要的就是精细活，即便是王阶后化形，妖兽的本质并不会改变，而且妖兽也不会浪费时间去学习对他们没啥用的灵阵，用肉身攻击才是他们真正强大所在。在原地休整了近1天，这是我强烈请求的，并不是懒，而是体内的大量妖兽尸体需要1天时间来消化。吸收完这一大波属性点，我的实力将会更强，并且技能等级也该升级一下了。丁，2阶初期地岩珠消化完成，力量加24，防御加20。速度加10，进化值加25。听着脑海中不断弹出的系统提示，我心情又好了起来。2阶初期和2阶中期妖兽尸体都已经全部消化，属性点暴涨，进化值也不错。丁，恭喜宿主突破1阶巅峰。听到系统提示，我高兴的飞起，我这属性绝对能和2阶初期相比了，打起来我应该丝毫不差。如今距离下一次进化还远，让我升级一把技能先。我苍蝇搓手起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念头不断落下。系统面板上几个技能开始飞速升级，一次花了200多进化值，这可以说是我最奢侈的一次消费，可带来的提升无疑是巨大的。饕餮之位升级到8级，消化速度提升的同时，空间也提升，贪婪和减伤均已升级到了6级。使用技能后，全属性提升60%，免伤额度也能达到6%，这还只是初期而已。等技能升到满级，全属性提升10倍，免伤比例也达到100%，那就真无敌了。宿主，你的理解有误，减伤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等同于免伤。我挠了挠头，有啥区别？减伤技能的原理是宿主依靠饕餮血脉将落在自己身上的所有类型攻击吞噬一部分，但宿主的吞噬能力是有限度的，超过宿主的极限，即便减伤比例达到100%，也无法做到完全免伤。我恍然大悟，你的意思就是假如落在我身上的攻击是100点，当前比例6%，也就是能免伤6点，但我吞噬的极限假如只有5点，那我还是只能免伤5点。没错，减伤的具体数值与减伤比例相关，同时也与宿主自身吞噬极限相关。我露出可惜之色，最开始还以为能完全免伤呢，不过即便是和吞噬能力相关联，这个技能依旧强大，只要不断提升防御值，受到的攻击也会降低。如此一来，再加上减伤技能削弱，受到的攻击又还能剩多少？而且别忘了，饕餮可是顶尖神兽，即便是同等存在，数值又能超过我多少？从机制上，同级之中我就是无敌的，跨级就让牢地上。
高端局吗？老弟有经验的。连续2团精纯的气血能量反哺进入林清雪体内，加之吸收的灵药，他的等级也突破到了1阶后期。林清雪眸光微颤，心中震动不已，又突破了，而且还是一次连破2级。这就是上古凶兽的恐怖天赋吗？人类的修炼速度在饕餮面前恍若稚童般可笑。林清雪警惕地看着我，现在我的实力已经超越他，唯有精神力弱他一筹，而精神力是他最后的优势。假如连精神力都被超越，他将没有任何反制我的手段。一旦我逆主，他怕是要完蛋。不行，我必须全力修炼万象星神诀，以精神力提升为主。妖兽的精神力一般提升较慢，只要我能保持精神力的领先，就能反制逆主。利用天命神域的契约，他只要精神力存在优势，依旧能掌握主动权。比较体修方向的提升速度，他即便是超级加倍也比不过我。小雪雪，咱们继续冲，帮我找能提升精神力灵药和妖兽。我的精神力严重偏科了。闻言，林清雪心跳快了几分。你别提升精神力，精神力对你没用，你又不会精神秘籍，你的精神力只需要能抵挡精神攻击就足矣。我小爪子挠了挠头，似乎有点道理。可是我这太偏科了吧？我的防御以及攻击差不多都迈入2阶层次了，可精神力才1阶中期层次。林清雪嘴角抽了抽，偏科好啊，偏科他就还有机会。没事的，妖兽就强在肉身，肉身属性越强你就越强，精神力对你不重要，这方面我比你有经验。行吧，以后我多吃点灵药，灵药对我的精神力提升很大。林清雪将之默默记在心里，以后你休想吃到一株提升精神力的灵药。我百无聊赖地趴在林清雪肩头，目光扫视四周。小雪雪，咱们现在去哪？距离你们学校的模拟联考还有3天，我们提前1天返回，差不多还有2天时间可以用。闻言，林清雪露出犹豫之色。她目前已经是1阶后期体修，神识等级在1阶中期，而且很快也能突破到1阶后期。继续击杀1阶妖兽对她来说很简单，效果同样也很小。漫无目的的在清源森林游荡就是浪费时间。我想要去拿那颗星辰石，但就我们目前的实力有点难。星辰石好吃吗？我好奇问道。林清雪额头浮现几条黑线。星辰石是一种地级宝物，能助我修炼功法，不是用来吃的。听到地级这2个字，我双眼亮了起来。林清雪暗道不好，自己好像说错话了。她轻咳了声。星辰石作用很单一，你吃了没用，但它对我很重要。我顿时对星辰石失了兴趣。既然对小雪雪很重要，咱就去抢了呗。爷现在可是能打2阶妖兽。林清雪无奈摇头，不行，我记得前世星辰石是在3阶后期的星空雀巢穴里，他的实力远不是我们能对付，并且他的速度极快，我们被发现都逃不掉。3阶后期，那确实挺难搞。不过说不定我这智慧的大脑或许能想出办法。我嬉笑道，实力不行那就只能智取。妖兽的智慧不如人类，起码在王阶之前绝大多数都是不如人类的。小雪雪有没有可以隐身或者屏蔽气息的办法？林清雪偏头看向他肩头上的我，有倒是有，武技和灵阵我都有办法做到屏蔽气息。你想要通过你的体型变化天赋去偷星辰石？对，只是不确定成功率能有多少。林清雪沉沉摇头，不行，星空雀的眼睛十分特殊，但凡你显露半分破绽就会被发现，在他面前你连逃跑都做不到。在2人准备暂时放弃星辰石之际，一声尖锐的啼鸣声响彻天空。林清雪抬眸看向天空，只见高空之上一头一展7、8米的湛蓝色鸟类妖兽正在追逐一个乘坐着雷鹰的武者，而那鸟类妖兽正是他口中的星空雀，等级同样也是3阶后期，大概率就是同一只了。因为星空雀数量很稀少，需要吸收星辰之力变强，所以特别喜欢星辰石这类宝物。那枚星辰石便是星空雀叼进巢穴的。小雪雪，咱们的机会是不是来了？林清雪勾起唇角，眼底有着笑意，确实有机会了。星空雀离开巢穴去追逐人类武者，那他就可轻松拿到那枚星辰石。他立刻施展敛息诀，遮掩他和我身上的气息，这才开始朝着记忆中星空雀巢穴的方向赶去。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怕是得等他突破2阶巅峰，乃至3阶初期才能直接去抢星辰石。似是想到什么，林清雪猛地停了下来，脸上神色也有些沉。我面露困惑，咋了？那只星空雀是被人故意引走的，其目的应该也是为了得到那块星辰石。上一世他能知道星空雀巢穴内有星辰石，也是因为有人从中取出来了。而取出星辰石的是一支名为雷霆佣兵团，乃是临江城第一佣兵团，团长是已经突破4阶武者的雷天豹。此人睚眦必报，手段狠辣，与之为敌者下场凄惨。曾经有人不满他的行事风格，当街辱骂了几句，结果被他活活用雷霆电死，一家人没一个有好下场的。我小爪子摸了摸下巴，可星辰石只有1块，咱们俩错过这一次恐怕很难再找到，而且咱们连吃饭的钱都不够，买肯定是买不起的，除了抢好像没别的办法了。你敢陪着我去拼一次吗？林清雪柔声问道。我熟练地扬起下巴，别小看爷可是饕餮，抢一颗星辰石那不是轻轻松松，主要是相信林清雪身上的主角光环。重生者加契约拥有系统且史上第1帅的自己，这不是妥妥的主角模板是什么？主角看上的东西怎会失手？成功率起码9成8，冲冲冲，咱们是无敌的，宝物都归我们。林清雪眼中浮现一抹神采，心里浮现感动之色，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有了一个可依靠的人。搏了2世，
只有少数几个人给过他这种感觉。丁，林清雪亲密度提升10%，当前为60%，万物吞噬天赋激活60%。我得意一笑，亲密度提升就是这样简单，这都快刷满了。万物吞噬天赋如果能激活100%，我吞噬到的属性值就会更多。林清雪深吸一口气，面色重新恢复平静。眼前7、8人合抱粗的巨木树冠上就是星空雀的鸟巢所在，足足20-30米宽，可把我小小震惊了一下。要是能吃下星空雀，也不得爽死了。星空雀3阶后期的等级，加上那体积，增加饱腹感的同时爆出大量属性点和进化值。只可惜此刻的我只能想想，吃可就是不可能的了。真要说吃的话，估计得反过来。小雪雪，你能感知到雷霆佣兵团的人吗？林清雪将自身精神力发散到极致，且很小心地感知四周，几道隐晦的气息出现在他的感知中。对方气血浑厚无比，最少也是3阶初期武者，周围最少有5人，等级都很高。我顿感有些头疼，那他们咋还不去偷星辰石啊？因为星空雀并未飞多远，以他的视觉依旧能完全覆盖鸟巢周围的一切。假如他们现在去偷，星空雀会回来。天空上追逐雷鹰的星空雀至多距离鸟巢不过数千米距离，再远他就不会继续远离。毕竟他的智慧并不低。那名契约雷鹰的武者不断在激怒星空雀，试图将他引诱到更远距离，方便其他人偷星辰石，只是一直没有成功。小雪雪，有办法让我屏蔽气息加隐身吗？我似乎又有办法了。屏蔽气息和隐身我都可以通过灵阵做到，但你有把握吗？应该有吧，只要能隐身且不暴露气息，我成功率挺大的。林清雪略作思索，随之驱动精神力在我身上刻画下2道灵阵，一道脸息灵阵，一道镜像灵阵。前者通过灵阵屏蔽自身气息，后者可通过光线折射原理实现另一种层面的隐身。只要我不制造太大的声响，几乎是不会那些人发现的。我将自己的精神力注入林清雪刻画的灵阵之中，很快掌握了个大概，随之将身体化作当下的最小形态溜了出去。以我目前的属性值以及对身体的掌控力，只要不是故意，一般不会发出声响。就这样，我很轻松便靠近了那棵7、8人合抱粗的巨木，随之开始往上爬，而且动作必须轻，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想要安然将星辰石带走，直接靠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只要他敢将星辰石带出星空雀的鸟巢，星空雀定能发现异常并急速赶回来。所以我需要帮手，帮助我真正引开星空雀的帮手。至于帮手是谁，那自然是下边那些冤大头了。雷蒙坐在3阶后期雷鹰的背上，目光紧盯身后的星辰雀。这头星空雀智慧很高，我已经尽力激怒他，可他依旧不肯远离他的巢穴。雷蒙暗骂一声，心情越发急切。他的行为已经引来其他人的关注，此次若是不能将星辰石拿到手，之后竞争会更大，恐怕即便是城主府都会对星辰石有想法。念及此，雷蒙双掌之上涌出狂暴雷霆，随之朝星空雀击射而去。星空雀身体微微偏转，轻巧躲过，丝毫不费吹灰之力。他的身体太过灵敏，除了速度略差于雷鹰外，其他方面都要强出一头。该死的畜生，早知道就叫我哥来帮我了。他想着自己的实力仅仅略低于星空雀，多带2个人就够了，却没猜到星空雀的智慧会有这么高。随之他掏出手机，开始联系埋伏在星空雀巢穴下的佣兵队员。阿斌，你带人去偷星空石，我会全力拦住星空雀。电话对面沉默2秒。蒙哥，我说一颗星空雀鸟蛋自己掉在我手上，你信吗？你在说什么屁话？我是要你偷星空石，星空雀鸟蛋哪有星空石重要？雷蒙怒骂道。蒙哥，我也不知道啊，他自己就掉下来了。哦靠！还有躲在星空雀巢穴下的阿斌已经懵了，他头顶之上已经连着掉落3颗星空雀鸟蛋了，跟碰到鬼一样。难道这是老天特意送给我的？突然一声尖锐的雀鸣声将他打回现实。星空雀周身缠绕澎湃的星空之力，一双鸟瞳沁出血色气息，狂暴不已。在他身后的雷蒙拼命牵制，却无济于事。阿斌，你个傻逼，快带人抢星空石啊！雷蒙怒骂道。星空雀已经被激怒，且开始返回巢穴，之后再想将之引出去几乎不可能。此时不抢更待何时？兄弟们都给我上树！瞬间5道身影从暗处现身，而后迅速朝着巨木上爬去。星空雀巢穴中的我露出可惜之色，这些佣兵不愧是在刀尖舔血的老油条，反应速度很快，能及时调整计划。场面不够乱，那就再乱一点。我冷冷一笑，而后用爪子直接打破星空雀鸟蛋，将蛋液倒了下去，淋在了那几个正在爬树的雷霆佣兵队员身上。天空之上的那只星空雀瞬间爆发，悍然一击将雷蒙与那只雷鹰打得倒退出去。爆发状态下的他实力瞬间强了数分，即便是雷蒙也要避其锋芒。究竟是谁在搞老子？被老子抓到，定要将你挫骨扬灰！雷蒙愤怒不已，星空却化作一道蓝色残影划过长空，瞬息之间飞回巨木所在之地，无数羽毛激射。阿兵几人顿时感觉头皮发麻，他们5人等级最高者就是他，3阶中期体修，可面对爆发状态下的星空却同样九死一生。跑跑跑，全都给我跑，否则都得死！5人立即直接跳下巨木，开始不要命的跑路。他们的妖兽都是陆地妖兽，不会飞，速度远不及星空雀。面对朝他们飞来的羽毛，一个个捂着屁股狼狈逃窜。你们几个蠢货，离我远点行不行？羽毛都扎我身上了！阿兵气得大骂：兵哥，我们5人中就你实力最强，我们要是独自跑，肯定逃不过星空雀。是啊，兵哥，能者多劳，我们可是兄弟。阿兵气得脸都白了，老子回去以后打死你们！5人中就属他脑袋上蛋液最多，他本就受到星空雀的额外关照，现在还要给其他人挡枪子。躲在一边小角落内的林清雪目光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他将脸吸诀施展到了极限，只要不动，不会有任何人发现他的存在，即便从他身边3米左右路过有一样。那傻狗居然真的做到了，他的智慧未免太高了吧！将星空雀的仇恨引到阿兵5人身上，
这几人实力远不如星空雀，所以只能逃，直到将星空雀带离巢穴范围。而这5人可是雷霆佣兵团的支柱成员，少了他们5个，雷霆佣兵团整体实力将会大幅削弱。3阶武者在临江城非同小可，所以雷蒙不可能放弃阿兵5人，只能选择暂时放弃星空石。如此一来，星空石就是他们的。星空雀巢穴内，我眺望已经远去的雷蒙与星空雀，这才将身体变大一些，然后抱住星空石往树下爬。没长翅膀还真是有点麻烦，要是能有个金翅大鹏的翅膀，我这饕餮就更完美了。虽然有些惋惜，但是神饕餮的几种天赋技能还是很让他满意的。做人不能太贪心，但我做兽的还是得贪心一点。我抱着星空石跑回到林清雪身边，脸上满是得意之色。现在见识到爷的智慧了吧？乖乖做爷的女人有肉吃。林清雪充耳不闻，伸手将星空石放入自己的储物戒中，随后就带着我开始逃命。他确实是拿到了星空石，但这只是第一步而已。没将星空石带回临江中学始终不够安全。不仅如此，我的计划表面上确实完美，将所有人都给引了出去，但种种巧合间就存在必然。雷霆佣兵团不可能猜不到这一点，若他还留着这片区域，绝对会将嫌疑引到自己身上。到时以雷霆佣兵团的强势，定不会放过他，以至于林清雪连逃命时都不敢停下脸息绝。突然，头顶天空传来报鸣声，一位被生雷翅的男人急速划过天空，同时目光瞥了一眼地上逃命的他与我。雷元豹，4阶中期武者，那双雷翅乃是一门飞行武技，利用体内雷元凝聚雷翅，消耗气血之力来飞行，速度不如星空雀，但也是极为迅速的。他果然还是来了，并且发现了我们。林清雪叹了口气，那我们暴露了吗？我问道。目前还没有，但雷元豹与雷蒙几人解决完星空雀后，绝对会联想到我们身上，暴露的概率有60%，唯有尽快回到临江中学才安全。2人化作一道幽影穿梭在丛林之间，以这种速度，怕是2个多小时就能直接跑出清源森林。雷元豹震动背后雷翅，朝着雷蒙的方向赶去。此刻雷蒙正与星空雀大战，阿兵5人也是抱头鼠窜，最后齐齐跳入河水中清洗弹液。清洗完弹液，几人才松了口气，没了弹液的气味作为指引，星空雀对他们的针对也少了一些，总算是能歇口气了。一道星空之羽打中雷蒙的肩膀，溅射出一抹鲜红血液，雷蒙的面色瞬间白了几分。星空雀的鸟蛋被破坏，完全将他激怒。此刻的他破坏力惊人，雷蒙都有点挡不住。他神色阴沉下来，但余光看到朝着这里赶来的雷元豹时，眼底露出惊喜之色。杂毛鸟，我哥已经来了，这次看你怎么狂！看到赶来的雷元豹，阿兵5人也是喜极而泣，一个个赶紧爬上岸，忍着痛将身上的羽毛拔下来，抚摸着自己遍布血洞的屁股。阿兵看向其他几人的脸色都黑沉下来，那几人心虚的别过头。兄弟不就是拿来卖的吗？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死吧！震动雷翅的雷元豹周身雷霆闪耀，而后打出崩山一击，将星空雀击退。感知到雷元豹身上骇人的气血威压，星空雀的求生意识开始驱使他逃命。他只是3阶后期妖兽，面对会飞的4阶中期武者毫无机会。本团长来了，你还有机会逃吗？雷元豹眸光一凝，双掌之上凝聚出一杆雷霆枪芒，而后急速飞射而出。这是一门旋即下品武技雷霆枪芒，杀伤力很恐怖且速度奇快，出手必见血。星空雀的脑袋被击中，而后被雷霆炸碎成血雾，身体无力坠落地面。解决完星空雀，雷元豹阴沉着脸看向雷蒙：“你就是这样带着雷霆佣兵团来送死的？”雷蒙咽了咽唾沫：“哥，都怪有小人暗算我，要不然我肯定可以拿到星辰石。所以你连星辰石也没拿到。星辰石还在星空雀的巢穴里，我们现在过去肯定还在。”雷蒙笃定道。他当初没将星空石的存在告诉他哥，就是怕分不到好处。妖兽进化需要的进化药剂十分珍贵，还需要专门的妖兽进化师来调配药剂，分不到好处，他想成为4阶武者，希望只会更加渺茫。如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雷元豹看了他一眼，随后带着他朝星空雀巢穴赶去，但等他赶到巢穴时，却是空空如也，只剩下一个被打破的鸟蛋。雷蒙神色大变，不可能，星空石一定还在这里，我半个月前就看到这里有星空石。雷元豹蹙起眉头，将全过程告诉我，不能遗漏任何一点。雷天豹周身散发冷意，若是雷蒙早些将星辰石的存在和他说清楚，他轻易就能将之拿到手，何须如此大费周折？如今人受伤的东西还被偷了，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同时他脑海中回想起来此处时匆匆一眼的林清雪，身上带着一丝残留的星辰之力，即便有脸息绝也无法完全屏蔽他的理智。仅是一瞬，他便将一切联系起来。有趣，区1阶武者竟敢来抢我雷霆佣兵团的宝物！闻言，雷蒙双眼瞪大，满脸不可置信：“哥，你说偷抢我星辰石的人是一个1阶武者？1阶武者怎么可能逃过他的感知，并绕过阿兵等人爬上星辰雀的巢穴？这让人如何能相信？”雷天豹再次张开雷翅，目光瞥向雷蒙，速速召集所有兄弟，将清源森林各个出口拦住，着重搜寻一个18岁左右的女学生，等级在1阶后期。他身边还有一只雄狮大小的黑色妖兽，另外派2个人拦在临江中学门口。他下完命令，随之就震动双翼飞向天空，朝着林清雪的方向追去。雷蒙忙不迭掏出手机，开始联系其他兄弟，速速拦住清源森林所有出口，捉拿一个带着黑色妖兽的1阶后期临江大学女生。临江中学门口也派2个人去守着。什么？10分钟前就已经离开了清源森林。雷蒙握着手机的手微微发颤，脸色瞬间苍白，他的眼底满是不可置信。这怎么可能？这里距离清源森林出口最少也要3-4个小时，他只有1阶后期等级，再快也快不到哪去啊！
他与星空雀之间的战斗最多也就1个多小时，之后雷天豹来了后也差不多是1个小时，加起来也不超过2个半小时。一个一届后期女高中生居然能跑出清源森林，雷蒙怒吼一声，双眼赤红，就算你跑回临江中学，我也要杀了你！我疾驰在街道之上，依旧还是雄狮大小的体型，身上已经完全被汗水打湿，如此高强度的速度爆发，即便是对他来说依旧有很大压力。若非进化到贪食兽，贪婪技能增加了无视痛觉以及强大耐力2大特征的话，我不可能坚持这么长时间。你停下吧，我们已经回到居民区，接下来换我赶路。我借助武技和临阵，速度也不慢。林清雪开口道：“我已经快累趴了。”随即变成猫咪大小趴在他肩头。小雪雪也尽力了，可不许说也不行，连着爆发近3小时，这可太行了，露出一抹笑意。你最行了。他驱动气血开始朝着临江中学急速奔行。林清雪之所以认为回到临江中学就会很安全，那是对临江中学校长的信任。临江中学校长刘青山乃是除临江城城主之外的第2位5阶武者，并且还是一位4阶神师。刘青山很重视天才，为人很公正，对于学生更是倾力培养。只要他能回到临江中学，即便是雷天豹也不敢得罪刘青山，那他就安全了。突然一道恐怖电芒炸响，距离林清雪只有咫尺距离，好在被他竭力躲了过去，但电芒余威还是波及到了他，双腿传来一股麻痹之感。林清雪叹了口气，面色有些难看，还是被追上了。雷天豹拥有飞行武技，修炼的更是迅猛的雷霆属性功法，速度本就极快，侥幸心理终究会吃大亏。小女娃，我雷霆佣兵团的宝物可不是这么好拿的，交出来，我念在刘校长面子上饶你一命。雷元豹冷声道。林清雪紧抿唇瓣，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一旦承认，雷元豹更加不会放过他。嘴上说念在刘青山面子上留他一命，可不出3天他就会被雷霆佣兵团的人暗杀。清楚雷元豹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性格。雷元豹扯了扯嘴角，目光中带着冷厉之色。听不懂，那我就自己来拿。他掌心喷涌出大量电弧，凝聚出一颗恐怖的雷球，朝着林清雪砸落。危急之时，一道身影出现，替他挡住了这一击。雷芒散去，显露出张正元的身影。他双眸冰冷地盯着雷天豹，身上带着肃杀之色。雷天豹，你可知你现在身处何处？城区不许随意动武，更不可随意杀人。你想死吗？见此，雷天豹的面色瞬间难看起来。张正元是城主府大统领，等级达到4阶后期，实力比他还要强。实力只是他忌惮张正元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乃城主赵天蓝的左膀右臂，与之为敌便是忤逆城主。若真如此，他雷霆佣兵团以后别想在临江城混了。张统领，这名学生偷到我雷霆佣兵团的宝物，我只是将之取回而已。张正元蹙眉看了林清雪一眼，随之露出温和的笑容。林小姐可以先回学校，我替你摆平雷天豹。多谢张统领。林清雪道了声谢，随后便继续朝着临江中学赶去。见此，雷天豹气愤不已，张正元简直毫不将他放在眼里，即便他有正当理由，依旧明着保林清雪。张统领，你过分了吧？张正元冷笑一声，本统领受城主之令管辖临江城内的秩序，并且林小姐是我家小姐的救命恩人，你也敢对她出手？更何况她不过区1阶后期武者，如何能从你这位4阶中期武者手中偷到宝物？你在侮辱本统领的脑子吗？雷天豹气得面色铁青，胸口起伏不定。张统领，我自问从未得罪过你，之前也是能退则退，但你当真要欺辱我至此？雷天豹语气冰冷至极，目光中隐隐带着杀意。面对这针锋相对的气氛，张正元的面色同样冷了下来。本统领就欺辱你了，你又能如何？给你3秒钟时间滚，否则本统领带人灭了你雷霆佣兵团！开什么玩笑？他统领5000城主府府兵，手底下3阶武者近百，还有城主这位5阶武者撑腰，在这临江城谁不得给他面子？雷天豹牙都要咬碎了，眸中满是血丝。好，你张正元有种，那我退一步。丢下这句话，他就含恨离去。哎呀，差点居然就凉了，还好之前选择救赵鑫。我趴在林清雪肩头，心中很是庆幸，主角光环果然还是强大的，总有配角出来给主角挡枪。面前就是临江中学，进了学校就安全了。林清雪却丝毫没有松懈，目光不断扫视临江中学门口的所有面孔。在与一个雷霆佣兵团成员对视后，脚下速度再度提了几分。他早已猜到，以雷天豹的性格，不可能如此轻易放过他。在临江中学门口拦人乃是最简单的方法，他不可能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那2人气息都很强，最低也是2阶后期武者，实力远超他们。那人化作一道残影挡在林清雪面前，脸上满是冰冷之色。这位同学，我劝你和我们走一趟，否则休怪我们雷霆佣兵团不给你机会。林清雪冷冷盯着他，这里是临江中学，你不怕我们校长拍死你们？李虎嗤笑一声，刘校长确实强大，但我们又没动手，只是拦了个人而已，他难道这点小事也管？气氛顿时僵住，二者互不相让。临江中学门口进出的学生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异常，几个原本有说有笑的学生停下脚步，好奇地张望过来。那不是林清雪吗？一个瘦高的男生率先认出，语气带着几分看热闹的戏谑。还真是他，他怎么被雷霆佣兵团的人拦住？张元双手抱胸，面露嗤笑，说不定是他自己得罪人了呢。看他平时那副冷冰冰谁都看不起的样子，搞不好在外面口无遮拦，惹到了雷霆佣兵团的大人物，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周围人听见。面对议论，林清雪仿佛没有听见，依旧冰冷地盯着面前的雇佣兵。人群中又走出2、3人，等级都有1阶后期乃至巅峰，这几人便是临江中学这一届最优秀的几人。一班第1楚元生，1阶巅峰体修，乃如今临江中学实力第1人；2班第1姚楚宇
一阶后期神师，被称为临江中学神师天赋第一人。3班第一李连山，一阶后期体修，也是被我偷了聚灵草的人。本想依靠聚灵草突破一阶巅峰，只可惜泡汤了。雷霆佣兵团什么作风，你们不是不知道。雷天豹此人睚眦必报，他们在学校门口公然拦人，事情绝对不简单。李连山淡淡道。姚楚雨抬眸看向前方，没错，半月前城外黑风小队只是和雷霆佣兵团的人争抢一只猎物，第2天就被人发现全队手脚尽断，扔在了补给点门口，至今查不出是谁干的。但凶手是谁并不难猜，他的话顿时让周围几个原本还在哄笑的学生脸色微微一白，下意识的后退了半步，要不然帮一把。楚元生看向另外2人，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正义感了？我一直都是这样有正义感。说完他就没管其他人，直接朝着林清雪走去。楚元生抬手搭在李虎肩膀上，面色带着冷意，来我临江中学闹事，雷元豹胆子都没你大。李虎古怪的回过头，满脸不可思议的看着楚元生，一个一阶巅峰的小屁孩比他还狂，你知道老子是谁吗？楚元生挑了挑眉，一巴掌就扇了过去，那你踏马知不知道老子是谁？李虎被打懵了，甚至一度有些不敢相信，随之就是暴怒，他体内恐怖气血开始涌动，抬手就想弄死楚元生，只是才刚抬手，一道威压便将他压在地上无法动弹。一位身着素色练功服的老人缓缓走出临江中学，他微微张开手，凝聚出一只气血大掌，将李虎提起，告诉雷天豹，我的学生他动不得，否则老夫亲自登门送他一程。李虎已经被吓破了胆，忙不迭点头，下一秒就被刘青山给随手丢了出去。另外那人见此也是立马跑了。外公，你咋才来？楚元生略带不满，在学校要叫我校长，给我赶紧回去修炼，1个月内必须突破到2阶武者。楚元生灰溜溜走了，原本还想在林清雪面前表现一番的，他就这缺点，看不得漂亮女孩子吃苦，奈何自己实力浅薄，只能喊出他外公出来压场子。你原来是校长的外孙，那你他娘的不早说，我凭什么和你说？在刘青山的压迫感下，所有学生很快纷纷退去，多谢校长出手相助。林清雪感激道。刘青山眸光微凝，略带好奇地打量他，跟我来办公室吧，我有些话想和你私下说。林清雪点了点头，跟着刘青山走进他的办公室。你这个小丫头胆子还挺大，应该是在清源森林里从雷霆佣兵团手下虎口夺食了吧？是。林清雪丝毫没有打算隐藏，她是欺骗不了刘青山的，这一点2人都很清楚。目前的他还需要临江中学庇护，那就更没必要欺骗，大方承认，以他目前的天赋，刘青山定然会补他，更何况他还有城主府那里一个人情。闻言，刘青山有些惊讶，但很快露出笑意，你得到什么我不管，这是你的本事，在学校内我保你平安无事，但校外的事就不归我管了，你要明白这一点。我明白，若非必要我会少出学校。刘青山抚了抚须，我记得你们10班之前可没有1阶后期的学生，继续努力，你要是能在后天的模拟联考中排在前5，我替你解决雷元豹之事。林清雪很快露出笑容，多谢校长，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的。回到临江中学，林清雪终于是放松下来，走出刘青山办公室，赵鑫就等在门外。林同学，雷天豹没打伤你吧？没有，多谢赵小姐关心。赵鑫面露笑容，你喊我赵鑫就可以，我也喊你清雪。可需要我动用城主府的力量帮你摆平雷天豹，否则以雷天豹的性格，怕是不会咽下这口气。校长已经答应为我摆平雷天豹，就不用城主府出马了。那也行。赵鑫随之将一个木盒与几个玉瓶取了出来，递到了林清雪的面前。这是答应给清雪你的灵药，另外我还给你准备了几瓶1品气血丹，希望能助你尽快突破1阶巅峰。林清雪看了赵鑫一眼，随之将东西收下。除此之外，我爸爸已经答应让你进入城主府的低级秘境，秘境的开启时间在下个月。清雪，你的时间可以吗？多谢了，时间上我没问题。好，到时候我派人过来接你，刚好我们可以一起历练。那个秘境我进去过几次了。赵鑫笑着道。告别赵鑫，林清雪开始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她很清楚赵鑫对她示好的原因，每个能考入全国前30武者大学的人，未来起码都能成为5阶武者。以林清雪展露出来的天赋，有很大可能登上6阶，甚至是7阶。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投资对象，即便投资失败，最多不过是损失一点资源而已。这点资源对于城主府而言轻如鸿毛。林清雪现在需要资源，更要将所有能拿到的资源全部用来提升实力。4个月后的全国武考才需要他真正严阵以待，而他的目标早已确定，北冥武大。北冥武大乃全国前3的武者大学，拥有的资源也多。更重要的是，北冥武大内有一个他上一世的极为要好的朋友北冥燕。让我看看你大学时期到底是怎么样的。在他回忆之际，张元直接挡住了他的路，脸上还带着几分讥讽之色。林清雪，你还真是运气好，可校长只能保你在学校内平安无事，你难道一辈子不出校门了？我的事与你无关。张元的面色瞬间冷了下来，你装什么装？得罪了雷霆佣兵团你就等死吧！一个巴掌挥出，直接将他扇飞出去。我跳下林清雪的肩膀，身体陡然变大，如同一头猛虎，气息堪比2阶初期妖兽。张元捂着脸爬起，刚想打回去就被我吓了一大跳，他的眼珠子差点瞪出来，双腿都在抖。站在他脚边的那只铁甲螳螂更是一溜烟就跑没影，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主人。我怒吼一声，随即便和林清雪绕过了他。瘫坐在地的张元身体颤抖，久久无法回神。这不可能，那颗蛋就是一个普通妖兽蛋，怎么可能短短时间达到这种程度？一定是假的。我转生的妖兽蛋乃是他在城外野狗窝捡的，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妖兽蛋，而且生命气息孱弱，恐怕连血脉都没有。
根本不可能成长到这种程度。他从地上爬了起来，眼中露出怨恨之色。贱人，看我在模拟联考中怎么教训你！他最看不惯林清雪这种明明没有天赋还特别装的人。打压林清雪能令他获得更多的优越感，而且秘境可是允许死人的。张元冷哼了声，然后就开始去教训那只贪生怕死的铁甲螳螂。回到宿舍，林清雪和我软绵绵地趴在床上。今天一天跑过的路可比前面5天加起来还多，而且好几次都差点死了。实力弱小的无奈很快显露出来。我挠了挠头，狠狠将雷天豹记恨了一下。等爷属性点涨起来了，肯定要宰了他。但说完这句话，我也有点虚。小雪雪，咱们现在出不去临江中选，我的天赋又必须吞噬大量妖兽、矿石和灵药这类资源，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报仇啊？林清雪呼出口浊气，面色恢复平静。报仇并不是必要的，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有提升实力，那难道不报仇了吗？仇自然是要报的。